我军远程火箭炮部队刚刚在高原地带展开了一轮密集实弹演练，并展现出了异常强大的实力。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自打中印边境发生新一轮冲突之后，再次吃了亏的印军明显心有不甘，开始不断向中印边境高原地带增派部队，同时将此前购买的一大批先进外国武器装备也拉上了高原边境部署。比如说，韩国制造的 K9 榴弹炮，美国制造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还有法国制造的阵风战斗机，款式型号倒是先进，就是这万国牌实在过于大杂烩。冬季的高原边境大雪封山，路况极差，现在又多出来上万张吃饭的嘴和一大堆万国牌武器装备，令印军本就捉襟见肘的高原后勤补给能力更加雪上加霜。印军那边为了单纯追求账面兵力上的好看，不顾现实情况，违背基本军事常理，不断向高原边境地区增派部队。印度人这个性格，虎妞不多说，想必大伙也都明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让印度人产生了优势在我能打赢战争的错觉，那他们是真的敢开第一枪，主动挑事的。所以为了维持祖国边防的和平稳定，解放军就很有必要对印军这一系列增兵行为做出实际回应，用印度人能看懂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优势并不在我，进而打消掉任何不切实际的军事冒险念头。根据解放军报新一轮官宣消息，西藏军区某旅机动至野外驻训场，围绕锻造新老装备、战训融合开展多科目演练。从本轮实弹射击演练的现场视频画面中，我们能看到西藏军区出动了03式远程火箭炮这种战役级火力支援装备。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本次实弹射击的标靶，除了有模拟敌军指挥中枢的天线信号塔以外，我们还能看到靶场上出现了我军退役的59式坦克，用来模拟敌方的装甲单位，用射程达到150公里级别的03式远火炸坦克，这听上去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在如此远的射程上能否准确击中目标是个很大的难题。然而演习的事实结果证明了此种顾虑纯属多余。仅由03式远火发射的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展现出超高精度，以1米范围内的极小误差准确摧毁了包括敌军天线信号塔、坦克装甲车辆等多个不同类型的模拟目标。弹径高达300毫米的精确制导火箭弹携带高爆弹头，威力强大，仅需一发即可彻底摧毁不同种类的地面单位标靶，确实做到了精度与射程、破坏力三者的完美结合，再次展现了我军高原边防部队强大的实力，必然也会对小动作不断的印军方面产生有效震慑。事实上，尽管在射程为主的综合性能上不如我军最新一代的191远火来的强力，但03式远火作为广泛列装一线部队的我国陆军上一代战役级远程火力支援装备，在印军面前仍然拥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印军手中仅有的同类型装备是早先采购自俄罗斯的 BM30龙卷风远程火箭炮，也就是我国03式远火的改进原型。但印军手中的龙卷风火箭炮却存在多个问题。首先是数量限制，印度并未像引入 T90 坦克生产线进行本土化生产那样，从俄罗斯引入龙卷风火箭炮的生产线，且维护大修的零部件也需要从俄罗斯进口。这就意味着印军手中的龙卷风火箭炮实际上是一次性装备，一旦战时出现了战损或严重故障，短时间根本无法补充战力，处在一种坏一台就少一台的境况之下。其次，龙卷风火箭炮在性能上也远不如我国的03式远火。尽管03式远火是我国引入俄罗斯龙卷风火箭炮后的国产化武器，看上去似乎与印军手中的龙卷风火箭炮相差不大，但实际上我国在完成03式远火的开发工作后，同期做了大量的升级改进，整合了我军的战场数据链与信息化系统，大幅提高了与友军单位的战场协同与炮火引导能力。此外，我国后续还开发了一系列新型火箭弹来适配03远火，提升战力，包括但不限于远程精确卫星制导增程弹、
有效克制敌方地面集群单位的莫名弹等。不但能够克制任何已知的传统地面目标，也可对敌军战意纵深的兵力集结点、后方机场乃至地下掩体等进行远程精确打击，真正做到了上炸机场下打坦克，大小目标只要是陆地上的就一个不漏。一系列国产新型300毫米火箭弹不但在精度上得到了大幅提升，可以轻松将火箭弹在极限射程上打入1米误差范围内，有效射程也被提高到了150公里级。而装备全靠买的印军，在拿到俄罗斯龙卷风火箭炮之后，无能力做任何改进升级，其有效射程仍然是90公里级原地踏步。在数量、战损补充能力、射程、精度、破坏力等诸多关键属性上，均不如我军03远火。所以说，龙卷风火箭炮最多只解决了印军在此装备领域的有无问题。至于说真正意义上的追赶我军优势，印军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